瓦格纳老板嘴上说没有野心，却宣布要把雇佣军变成有意识形态的军队，这样的后果可就严重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元绍。关于瓦格纳雇佣兵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表现，以及与俄罗斯国防部之间的矛盾，我们已经做过很多期节目了。过去我们一再说，瓦格纳如果只是把自己当成一支挣钱的军队，不把其成功建立在侮辱俄罗斯国防军的基础上，那么基于俄乌冲突是消耗战的特点，雇佣兵仍然有比较好的发展前景。但是遗憾的是，瓦格纳做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现在正在显现。一是瓦格纳在巴赫穆特战场上的亮眼表现，其老板普里戈金的高调作秀，为其本人攫取政治资本创造了条件。第二，瓦格纳与俄罗斯其他部队之间的矛盾呢，现在已经被公开化了。这支被优待的武装力量是整个俄罗斯所有作战力量中的优等生，他们不听指挥，与俄罗斯国防军争功已经变成了常态。第三是瓦格纳的老板真的有了政治野心，虽然他表面上说的意思不是这样的。近日，布里戈英在巴赫穆特前线附近的一个地下室里发表了主题演讲。令人震撼的不是他发表演讲时能够听到附近的炮弹爆炸声，而是他首次展示了对瓦格纳发展前景的规划。瓦格纳集团将从一支私人的军队转变为一支有意识形态的军队，有能力保卫国家。他强调，这种意识形态是为正义而战。在普里戈金眼里，北约国家的军队是为民主而战，瓦格纳是为正义而战。其作战的目的就是对付西方国家的军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瓦格纳决定在整个俄罗斯境内招募足够多的人。普里戈金说，瓦格纳的前途不是由某些俄罗斯的委员会、管理层和部门决定的，甚至什么部长决定的，而是由俄罗斯的人民来决定的。瓦格纳想住在一个叫俄罗斯的国家，也想保卫这个国家。普里戈金的意思非常明确，他要求瓦格纳发展成为一支有意识形态的军队，而且不受俄罗斯任何政府组织的管理，特别是不受俄罗斯国防部长的管理。他自称，瓦格纳雇佣军只忠实于俄罗斯人民，忠实于俄罗斯这个国家，要为正义而战。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普里戈金如果将瓦格纳改造成一支有意识形态的军队，将会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第一，俄罗斯有可能会出现一支不受整个国家机器控制的独立武装。过去的瓦格纳是收钱打仗，以后就有可能为了某个政治目标打仗，而且呢，不打算听从俄罗斯国防部的指挥。如果一个国家有2支军队，而且瓦格纳还是不受国家机构控制的军队，谁还敢得罪普里戈金？这个后果想想都可怕。第二，瓦格纳雇佣军的政治目标可能与俄皇派不谋而合。普里戈金所说的正义，本质上就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至上，要与西方干到底，也就是与俄皇派思想一致。虽然普里戈金与斯特列科夫一直在争吵，但是他们的目标应该是心心相印的。一支有了政治思想的军队会带来什么后果？想想希特勒当年是怎么发家的。第三，普里戈金必然会因此而成为政治领袖。他虽然只是开玩笑地说要竞选乌克兰总统，那么真正的目标却在俄罗斯国内。普里戈金凭借着在乌克兰战场上所攫取的政治资本，完全有可能成为俄罗斯政坛的新领袖。第四，雇佣兵的大规模招兵将对俄罗斯正规军构成冲击。一支以挣钱为目标的军队，与一支有意识形态的军队是存在着本质的不同的。瓦格纳如果变身为有意识形态的军队，再加上其工资待遇水平超过俄罗斯国防军4到5倍，将会对俄罗斯正规军的兵员构成严重的冲击。所以如果不加以控制，未来的瓦格纳有可能会成为一支有着极端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的军队，同时呢，又具备雇佣军的待遇优势，实施绩效考核等管理模式，塑造出一支比俄罗斯国防军更有战斗力的作战力量。而且这支力量只忠于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种思想。所以瓦格纳要是有了政治野心，
那么对整个俄罗斯国家的政体的冲击将是巨大的。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